但春節呢，最特別的地方在於，它把個人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全綁在一起，吃團圓飯、看春晚、拜祖先、發紅包，看似日常，其實一套完整的社會凝聚機制。春節的核心就是讓分散一年的人重新歸隊，這種情感力量幾乎是跨種族的普世價值。如果有一天你走在紐約的街頭，看見整棟摩天大樓亮起中國紅；如果有一天你在歐洲古城廣場看見外國小朋友排隊學寫福字兒；如果有一天你刷到非洲島國萬人舞龍舞獅，比咱們還熱鬧，你會不會突然有一種錯覺？這個世界是不是正在悄悄變成一個巨大的中國年？很多人以為春節只是中國人的家庭儀式，但現在卻越來越離譜。全球近1/5人口正在用不同的方式過春節，近20個國家把農曆新年寫進國家法定節日，甚至國際組織也把春節列入官方文化活動體系。曾經屬於一個民族的團圓節日，如今正在變成全人類共享的情感語言。本期節目我們就來拆解一個很多人忽略正在發生的大事件：中國春節為什麼能引爆全球？這背後到底是文化奇蹟還是時代必然？大家好，歡迎来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钊。先來看春節為什麼能衝出中國，咱們得先搞明白一個核心春節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過年，它是刻在中國人骨子裡的文化傳承，是流淌了幾千年文化的基因。早在幾千年前，咱們老祖宗就把年过成了一種儀式，一種信仰。這種深入骨髓的文化力量，才是它能火遍全球的底氣所在。可能很多家人不知道，春節的歷史比咱們想象中還要悠久，早到可以追溯到1萬年前的上山文化。考古發現，上山文化的彩陶上不僅有明確的太陽圖案，還有跟周易八卦相似度極高的卦符，被研究者解讀為雷地豫卦。這或許就是古人觀天象、授農事、開啟歲首祈願的源頭，也是春節民俗最早的雛形。距今6000年前的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八角星文彩陶豆，四射的八角對着天空，中間的方形象徵大地，藏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觀。而春節呢，正是古人順應自然、敬畏天地、慶祝萬物復蘇的重要儀式。再往後3000多年前的殷商時期，甲骨文中就已經有了年、春、節3個字兒。商王武丁時期的刻瓷卜骨上，年字的形狀是人背扛禾谷，會意人把丰收的禾谷收回家。原文記載，王大令眾人曰協田，其壽年11月。意思是商王命令屬民在新春時節到田裡耕種，祈求來年豐收。這就是年最初的含義，五穀皆熟的一個輪迴，也是春節慶豐收、祈吉祥的核心內涵。而春字由草木屯和日組成，寓意陽光照耀，草木萌芽，藏着古人對生機與期望的期盼，和咱們現在春節盼着辭舊迎新、萬象更新的心願一模一樣。詩經豐年裡寫道：豐年多屬多土，亦有高嶺，萬佾犀利，未久為里，征必足彼，以洽百里，將服恐接。描繪的就是古人在岁首，也就是春節慶祝豐收、祭祀先祖、祈求福澤的熱鬧場景，跟咱們現在的春節吃年夜飯、祭拜祖先、全家團圓的習俗一脈相承。周易有云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春節的辭舊迎新就是自強不息的生動體現，告別過去的遺憾，迎接嶄新的希望。春節的團圓和睦就是厚德載物的真實寫照，包容親情，凝聚人心。這份藏在古人的智慧，不僅滋養了中國人幾千年，如今也打動了全世界。中國有句老話：禮者，天地之序也。春節從來不是簡單的節日，它是中國文明運行的時間坐標。從農耕時代開始，春節就承載3個功能：第一，時間重啟；第二，家庭重構；第三，社會秩序重整。你會發現，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文明都存在年度重啟儀式，但春節呢，最特別的地方在於，它把個人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全綁在一起，吃團圓飯、看春晚、拜祖先、發紅包，看似日常，其實一套完整的社會凝聚機制。古人云家齊而後國治。春節的核心就是讓分散一年的人重新歸隊，這種情感力量幾乎是跨種族的普世價值。
當全球化進入深水區，人們反而更渴望歸屬感，於是春節天然就成了全球情緒共鳴點。第二，再來看春節全球化已經到了什麼程度？如果你以為只有亞洲過春節，那你就低估這波文化浪潮。在東南亞地區，春節幾乎已經成了國家級慶典，有的國家直接全國放假2天甚至5天以上。城市街頭紅燈密集到仿佛複製粘貼中國街景，華人文化與本土文化融合，形成獨特的年俗體系。再把視角拉到非洲，某島國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，把春節定為國家節日。如今那裡每年都會舉行萬人舞獅巡遊，當地居民參與熱情甚至高過華人社群。如果你覺得這已經夠震撼，歐美的變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反轉。越來越多西方城市把春節寫入年度城市文化日曆，商業中心推出生肖主題燈光秀，音樂廳舉辦新春交響演出，地方政府甚至主動組織春節慶典活動。這已經不是華僑文化展示，而是城市級文化品牌工程。那麼世界為什麼越來越愛過中國年？很多人以為文化傳播靠推廣，但真正能走向世界的文化，從來不是被推銷，而是被需要。現代社会最大的矛盾是什麼？是效率越来越高，但人情越来越淡；是科技越来越先進，但孤獨越來越嚴重。春節恰恰提供了全球稀缺的精神價值、集體溫度。春節強調3件事：團圓、祝福、希望。這些情緒是全人類最底層的情感結構。你會發現，不同文化的人理解春節幾乎沒有障礙，因為它不是制度輸出，而是情緒共鳴。正如古人所言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春節傳播的不是習俗，而是情感。再看春節火爆背後的真正底牌，很多人只看到文化表層，但春節全球化其實離不開一個更深層的邏輯：文明自信。文化輸出從來不是喊口號，而是當一個國家強大到讓全世界主動學習。歷史上所有的文明高峰都伴隨文化擴散。羅馬傳播法律，阿拉伯傳播數學，歐洲傳播工業文明。而今天的中國正在傳播一種獨特的價值，以家庭為核心的人文秩序。春節就是這種秩序最具象的表達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國春節極度包容，它允許本土化改造，允許文化融合，允許重新創造。所以世界各地的春節都不完全一樣，但核心精神始終統一。這正应了一句古训：和而不同，美美與共。那麼春節全球化帶來哪些影響？文化影響從來不會停留在精神層面，它一定會延伸到經濟與社會。如今春節已經成為全球消費週期，國際品牌推出生肖限定，全球農產品進入中國年貨市場，跨境旅遊迎來爆發式增長，大量外國遊客專門選擇春節來中國旅遊。他們不再只是參觀景點，而是沉浸式體驗中國的生活，在北方冰雪城市體驗冰燈年俗，在南方古鎮參與廟會燈會，在傳統手工藝作坊學習剪紙糖畫。這些體驗本質上是文化自信的建立。文化一旦被認可，經濟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這就是文化軟實力轉化為現實競爭力。那麼春節火遍全球，這可不是簡單的節日流行，而是文明敘事權正在發生轉變。曾經很多人以為現代化必須西方化，但春節的全球傳播說明現代文明可以多元共存。春節用一種溫柔的方式告訴全世界，傳統並不落後，情感並非低效，家庭依然是社會最穩固的結構。這種文化表達恰好擊中了現代社會的精神空缺。為什麼這件事值得中國人自豪？因為春節全球化不是單向傳播，而是世界對中華文明的一次集体回應。這證明中華文化不僅古老，而且具備持續創造能力。中國古人說，關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真正偉大的文化不是征服世界，而是溫暖世界。春節做到了。當紅燈籠點亮了5大洲的街頭，當不同膚色的人互道新春祝福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節日擴散，而是一個文明跨越1000年的生命力。曾經春節是家的方向，今天春節正在成為全世界的方向。如果說文明是一条河流，那麼春節就是這条河流最溫暖的一段水域。它流過歷史，也正在流向未来。或許很多年以後人們回望這個時代，會發現世界真正開始理解中國，不是從經濟數據，不是從科技突破，而是從一個看似簡單的節日開始。這才是文化真正的力量。